嘿，欢迎来到今天的丰盛奥文哈，这就是今天要选的三张牌，1、2、3哈。来，我们同时来给你解释今天的领取好运。今天的领取好运是说，你近期将会迎来一个很完整的水能量，也就是说，你会有一个很好的、很完整的情感上的支持资源。这个情感上的资源可能来自于你的恋人，可能更多来自你的家人或是你的朋友哈。就是你近期也可能同时会有一种心情上、心灵上感到一个低谷，或是一个往下坡的一个方式，不知道为什么慢慢的往下流动、往下的低落下去哈。不自觉的，其实心灵的丰沛或各方面都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宇宙的平衡、能量的平衡，让你的心情要往下的坠了哈。只会有一段时间，不会很久。因为呢，今天的领取好运就是带给你说，你旁边的一些你身边的那些朋友啊、家人、恋人哈，他们会适时的察觉这个情况，来给予你一个完整的支持哈。无论是风啊，无论是火啊，无论是土能量，他们给你一个非常完整的支持哈，一个全面的，他们会保护你。你这段时间如果感觉到心情开始低落的时候，请好好的依赖你身边的人哈，他们会给你一个很棒的支持，然后相信他们，这就是今天的领取好运。好，三张牌你选好了吗？哈，1、2、3。如果你需要再看清楚、看清的话，你可以按暂停。如果选好的话，那我们就开始吧。来，现在开始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好，今天的题目是你在他心中的位置。你在他心目中，他是放在什么样子的位置？他是怎么想象你的？放在什么重要的地方？哈，来，我们来帮你预测一下，你在他心里有多重要？哈，好，来，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哦，看一下两端的一个距离上的一个展现哈。目前看起来还好了，你们的就是你们的关系是受到朋友的，你们的关系跟你们的距离，你们中间有很多朋友哈。首先呢，我们就我是不会先入为主，觉得是什么的关系啊，是恋人暧昧还是暗恋，我不会哈，我只会大概我就是针对整个能量在讲，好了，你再去套在你的关系上哈。就是说你们两个的能量啊，哈，其实你们两个的能量本身来说是一个带领一个的啦哈。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人非常被另外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所牵引，非常敏感对方的动作，有一种跟随性，就是对方喜欢什么哈，然后自己就会也会想要跟着他喜欢的东西哈，就是有一种简单来说，如果他啦，不过现在可是我现在看到一种平衡呢，好，没关系哈，反正就是彼此会有一种彼此模仿的感觉啦哈，可能就是你很在意他的行为举止，他最近喜欢吃什么，你会特别想要去吃那个东西，然后他喜欢什么东西，你会好奇他喜欢什么哈，但是也有可能他也有这个反过来的一个讯号，因为我觉得这个讯号，我觉得达到一个平衡状态耶哈，它有一个火能量比较重哈，我是觉得你们两个有一种还不错的情感连接，还不错的互动，大部分都在互动，你们的互动上都是比较热烈的、比较热情的哈。不过呢，我必须说，两个的关系里面掺杂了蛮多其他人的，蛮多朋友的，蛮多整个交友圈，蛮多裙带关系的哈。就是你们常常两个人在接触的时候，通常都不会只有你们两个单独的，然后中间看到了蛮多其他的能量在里面哈。哎，我再仔细看一下，等一下哈。好哈，来帮你看一下哈。两个人中间的话，我这边看起来哈，其实我觉得你的能量，其实你的主动性比较高，就是你的主动性比较高，他其实比较被动他其实比较被动，然后目前看起来他会觉得你比较强势一点哈，他会喜欢更稳重一点的哈，
然后整个关系上呢，嗯，这边有一个感觉是他可能有一个误会哈，或是他可能有觉得你好像也有蛮多人喜欢的，因为他这个有一种，这整个关系里面有一种其他人的讯息还蛮多的哈。哇，然后他自己也觉得他跟你有一点距离，即使在同一个同一个交友圈或朋友圈里面，但他觉得跟你还算有一点距离，主要还是因为你们两个人的，我觉得本质上的性格啊，所带有的能量哈，就是有所差异。他其实比较像是一个慢慢温温的人哈，节奏感也不会特别快，他喜欢很扎实什么的。可是你的创意特别多，你的情感面也特别多，你也比较敏感哦，你的想法。你比较像是想要做什么，就也会有行动力，也会比较多哈。呃，而且你才是，我觉得你的身边比较多朋友，你比较在乎朋友的想法或什么。他其实可以一个人哈，但是他在这个圈大家一起的时候，他也蛮喜欢跟大家一起的。也不能说是不是大家喜欢跟大家，就是说你们两个的中间真的有蛮多的人的，所以我才觉得说。我还不是很能觉得你们两个有喜欢彼此就两个人独处的状态。水能量在这里，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哦，台面上给的提醒在这里哈，它比较像是说，你这边你可能要比较再重新想一下，你要怎么去表达你的情感面。目前他这边感觉好像有点没接收到你的情感面的。你的情感的表达，然后他这里还是比较像是说跟你保持一个蛮好的稳定的关系，但这也不到是还没有到情人的关系或是喜欢的关系，这里没有出现，我再往下翻再看看哈。目前看起来是比较平淡的关系来放，真的是你这边的动作啊，表达是比较多啦，但他这边其实没有很直接介绍，可是你们的关系还是要保持在一个蛮好的互动里哦。但是目前没有那个直接的情感上的联系，就是说他那边没有那么多的主动性的能量往这边，他比较像是包在他自己的世界里哈。然后他跟其他人的关系都感觉上都跟一致的，跟你的关系也差不多一致。我来再看更多的哈，看看他。心中跟你的能量比较，你在他心中的那个能量的情况，或是他怎么想象你的，我再仔细看一下。开始有了哈。3张像是问答的。好，其实还是有了哈。他对你有比较多的。刚刚说没有嘛哈，其实这边看起来是有啦哈，只是说都还是比较在初期哈，比较在观察起来是比较在初期哈，他对你有一个比较多的好感哈，跟你相处起来确实是有比较多的好感，然后，但是在他的眼里，我觉得他还是觉得跟你有一点距离了哈，他觉得你的他觉得你是有魅力的人，是很好的人哈。可是他心里，我觉得他总是，我觉得虽然水能量这样子，但我总觉得我觉得跟他的内在的土能量有点冲突，所以我会觉得他比较觉得，他有一点觉得他不太跟你属于同一个世界的人，即使他对你有一些感觉或什么，可他心里觉得的你是一个很有魅力、很有能力，然后很多人会喜欢的人，而且你跟任何人都好像相处的还不错，你应该有很多人在追求，应该有人在追求，所以他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陪衬的角度，然后我觉得他把自己放的比较不是你的核心的人，他放的心态上放的比较边边。他没有觉得自己有闯入你的生活中的核心，我觉得可能是你表达给他的一个，你表达给他的那一些喜欢或什么的话，可能讯息是有错误的，然后或是他可能没接收到你的喜欢或什么。其实对我来说，我这边看到的比较多是，
我再翻一下，我觉得好像，因为我有读到他好像有点害怕你或什么哦，他有点水能量往内说什么，然后这张牌我以为是他的，可是当我翻开来的时候，就觉得这张牌不是属于他的，这张牌是属于你的哈，所以这一份魅力啊、情感流动那个水能量、感性的各方面，我觉得是属于你这边的更丰沛哈。他把它说到他，的确是哈。我觉得他还在他对你有，他对你有一些感觉了，有跟你内在有一些感觉了，都只是初期的一点点的哈，然后那些感觉比较像是跟你有的接触的时候产生的一些好感或什么，他觉得舒服的，可是直到这里没有往下走哈，然后你跟他确实是有一个距离，你跟他原来是有一个距离，心灵上是有一个距离哈，在他的心态上、概念上哈，在他的现在目前你们两个人所处的一个情况上，他确实还是站得比较远，他确实还是站得比较远哈。这里两张让我觉得他并没有要直接闯入你的生活核心哈。如果你是很喜欢他的，或是什么，我觉得你要更多表达一些，你要更表达更多啦哈。因为他现在有一点点跟你保持一个比较安定的距离，比较安稳的距离，他没有第一，他没有要破坏这个关系；第二，他觉得这样子比较安全。然后，我觉得第三，他有觉得你应该要跟别人在一起。他觉得他好像没有能力，他没有去审核自己跟别人的能力的比较。他心底就觉得说，哦，你应该不会喜欢他这种人，或是你对他的好感或表达，他就觉得说你应该会更适合更好的人。他面对你的时候，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感情上的自信了。因为他这里有点说哈，有一点不安感是有跑出来，不安的感觉，然后还有跟你保持距离的感觉都有跑出来，就没有那么直通到你那里哈。其实这里面有好几张牌都有一个墙壁的概念在这里，有墙壁，有一个隔岸，就是你都不再跟他在同一个陆地上哈，也不在同一个空间上，但是情感的流动或是连接是有，但是就是很微小微妙，有连接起来，然后火花也很小，基本上火能量就我觉得最主要的火能量都还在一个只是刚点燃的火，然后温温的用来取暖而已，它并没有有一些驱动性，有一些动能让他想要让这个情感能够往下推进到一个新的关系是没有。然后你这边的能量，我觉得总有一个讯息是好像表达错误了，就是我一直觉得他吸收到你这边的情感面哈，跟你想给的好像是不太一样，不同步。所以他接受的好像都不对哦，不是你想给的。我再来看一下你这里，我想看的是说哦，你们之间的一个距离啊，产生一个做一些东西到底是什么？哦，想知道那个，因为我觉得好像彼此都有一个还在探索，还在不知道，没有一个直接走入一对关系、一份关系的一个状态。来看一下中间的一些状态，我帮你看看是不是。看一下这三幅。对啊，他其实，我觉得他真的不太感受得到你的感觉，而且中间我觉得掺杂了太多别的人了哈。然后，而且我甚至有觉得他的朋友那边有人有表达过喜欢你或什么，所以在他心里，或是别人有的表达说你很好或什么，可是他心里就会觉得说，反正他比不上其他人嘛，所以他就没有要加入一个竞争的占据哈。然后你这边跟他表达的一个喜欢或什么，他可能
我觉得他第一他没有接收到，他可能第二他觉得有点是开玩笑或者他觉得可能不是认真的，总是有一种他的耳朵没有听到你没有接受，他的耳朵没有听到任何声音的一个讯息。然后其中的杂音也太多然后其中有一些讯号都在告诉我说要从头来这个关系要从头建立，从头连接好像前面连接的都太混乱了。好，我再帮你看一下你这边的你这边的状况你那个讯号讯息，这2张我刚刚已经翻过，再翻一下好了。好像，这里好像有在说你吸引到别的人了我觉得这边看的是说你吸引到别的人了然后却没有正确吸引到他啦这边正确吸引到他，你现在所做的一些东西吸引到的是别的人了别的人，但也无妨啦。别的人这边，因为今天重点是在这个人身上。然后King of Cups， 水能量，你该表达出来的一个情感没表达，你好像你确实是有表达出来然后你确实是那一个被他的行动牵引着走的那个人你很在意他的表达或什么但是你在期待的事情，你想要得到的事情，跟你的表达，你想要显化的那一份关系，或是你想要得到他的好的回应没有成功被卡住了就是其实在这边还是我刚刚讲的，你表达的是有一点失误，就是你现在所表达给他的一些心情的东西，他没有接收到，所以他现在你在他心里的位置，他确实只是保持在一个，简单来说，就先保持在一个朋友关系。即使他对于你，他心里对于你有些喜欢或什么，但是他也没有发现有什么可以再进一步的契机。他没有，你们中间的墙就在这里翻起来又再次被挡起来了，而且又有一个全新的讯号，一样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讯号告诉你说要重来这份关系要重新建立起来。之前的可能先不算数，要重来的意思是说，在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或什么，你要再跟他重新连接起关系，要重新有新的话题然后要重新表达你对他的喜欢，要从别的方式去表达你的喜欢啦因为他也不是说不喜欢你，只是他喜欢你的那个情感面。我觉得以1号牌来说的话，我觉得没有很重，其中有很多的误解或什么目前关系上没有放得特别重。总之，因为他心里还是觉得跟你有点距离，他有一些他对你的不太了解还有他觉得你的能量或各方面有点太强大，他有点接不住。这里有蛮多的，我觉得蛮多的警告牌或是谏言牌。有点，首先就是要洗牌再一次还有一种是之前的调和的不好，跟他的连接调和的不好，能量都有点乱窜有点像是想表达什么就表达什么还有你有一点点失去自我太被他的表达或各方面影响，我觉得这些都让对方好像接受不了你的真实的你啦所以这可能也是一种阴错阳差所以本来应该是魔术师牌来显化魔术师牌这个大好牌它来显化你该做的事情，然后你的能力各方面都能够成功，你要表达的。可是因为吊人牌挡在前面
发现你做了一些无效的表达，然后吊人牌在那边就僵持住，无法前进哈。然后恶魔牌也在这里哈，恶魔牌他有一种觉得你的自我被他吸收掉了哈，也难怪一些正确的信息都没有办法过去哈，然后最后出现节制牌，确实是有点在阻挡你正现在的方法。然后像这种侍者牌，刚前面也出现2个哈，都在告诉我说，你要回来，要归零，要回到最纯，要回到最 pure 的状态，再重来一次哈。都有一些这讯息啊。然后圣杯8也是哈，圣杯8它那一种，你要抛下，要往下一个，你原本已经相信的感觉，你原本以为的那个感觉哈，要先抛下，你要先往一个新的方面走哈，要再做一个重新的调和。因为这一张牌它其实它原本上面的一个月亮跟太阳其实它是融合的，哦，所以它这边出现调和牌的话，就再次告诉你说你要重新洗牌，你要再整理一次，要再重新跟他相处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哈。所以目前选1号牌的时候，只能说你在他在你心中，你在他心中的位置还算是蛮有距离的，没有放在很深。主要还是因为第一，他对你的感觉跟理解还是有所误差啦。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就是说你重新洗牌，让他重新认识你的话，他比较不会有那么多偏见哈。你可以再重新展现一个原本的你，或是一个新的你。也不能说是新的你，而是你要真的拿出真实的你去，你不要被他的各种做的事情影响太多了。哦，应该说你还没有真的表达你真正你给他看到，所以他对你的喜欢可能都是一些猜测跟片面的。哦，还不够多。不过这机会也蛮大的，你再次去跟他相处，所以可能就关系会再更多，会再进一步哈。好，这就是选择1号牌的朋友哈，大概可以看出来，大概是这个问题或这个情况哈，你再努力一下哈，调整一下哈，机会还不错。好，就这样，这选择1号牌的朋友，如果你喜欢，记得按赞，然后按赞的影片很重要。好，谢谢你来听。接下来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今天的题目是你在他心里的位置，你在他心里重要吗？哈，或是你跟他心的距离？反正我来帮你看一下，你们2个人在心思上哈是什么样子的位置或什么哈。然后这题目我没有预设出你们是什么关系哦哈，是暗恋呢，是暧昧呢，还是已经稳定交往了？不知道，你自己在套个人的关系，我会帮你看一下整个能量的趋势哈，来抓一下里面的心理状态啊，来，你们现在其实能量跟我觉得是处于一种对立哦，然后可是又有一点在不同的世界里哦，只能你们现在其实心理上各方面是在不同的世界里哦，你要先做这个准备。可能有所差异，或是有所误解，还有一些不理解还在哈。但是别担心他有一个机会，你们会慢慢的跨越，会进入一个新的关系，属于你们的关系。但现在还算是有点距离哈，在不同的世界里了，对啊，在不同的世界里，还有一些时机点没有出现。哦，整个宇宙还在调和你们2个的关系，所以在他的心里，他其实知道你们并不是那么亲密的，然后各方面还是有一个保持一个距离，不管是心灵上或什么，即使你们平常已经有蛮多的接触或什么，也许有可能，但是心灵上还是有很多距离，还不够了解，不够明白哈，不够知道那个情愫是什么。来帮你翻说2个人的感情连结是有多少？主要还是独立的哦。你们的连结没有，你们的感情连结没有出来，都还算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哈。就是就算对彼此有所喜欢、有所好感，但是彼此没有接收到，或是也没有很密切跟，反正那个能量没有出去，都还是在一个自己的火焰里，自己爆发自己的个人魅力里。在这情况，你们可能吸引到的是别人，而不是你们心里所想的那个人。然后命运之轮在这里，
命运之轮跟钱币二同时出现的时候，它那个宇宙的那个调和正在进行，但是我觉得最多就一半而已，就只有达成到一半，所以你们两个要再连接到更好的状态，还需要一点点时间。好，哎，再帮你看看它下面这一排，我帮你翻它对于你的心态上面的感觉啦。好，显示都还算蛮好的牌啊，他对你感觉都还蛮好的啊，是蛮有快乐的感受啦，蛮有一些解释，可是都不是直接从你而来的，而都是从一些其他人。我来解释一下这怎么说哈，就是说像这两张牌哈，虽然它是有一些幸福欢庆，就是只要是会有一些婚礼或什么的，就是一些被祝福的状态，可是这两张牌背后隐藏的人都太多了，然后事又出来的时候，有一种声音被隔绝的感觉，也就是说，这个你们前面的那个距离是是确定的，被挡住了什么？被挡住你们中间有太多其他人的声音了，其他人的影子，就是说每次回想到两个人关系的时候，总是有别人的影子出现，也就是说你们两个单独建立你们的关系的机会跟情况都不多哈。然后，所以才会这两个关系，你们两个心理关系是没有连接的。所以在他心理的状态里，他把你放在可能就是一个感觉不错的人，可是不熟悉、很遥远，还没有很认识，然后生活圈可能也没有很近哈。主要还是因为你们的连接跟真正的接触跟精神面的东西，并没有真正的认识到了哈。然后这里又出现了节制牌，这整个宇宙都在提醒我说，还在整理中，心里的一些欲望跟期待，都还只是一些自我欲求的能量，在整个宇宙中做搅动，然后被我翻出来了哈。然后塔牌在这里，更让我觉得这个距离是遥远的。它塔并不一定是毁灭，或是也不是什么最坏的事情，它也代表一个距离啊，塔上塔下，它这个高楼的感觉，谁在上面谁在下面不知道。就是说，而且它这个塔有可能是巴别塔，各种的声音是没有办法产生沟通的。它有很多的意义在里面，你要看它从哪里出来。所以我们前面的推销说，我就觉得它这个距离是存在的。然后中间掺杂了非常多的声音的时候，塔出来的时候，我就认为它概念是属于巴别塔的。巴别塔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人可能要爬上天上去看神或是什么的，然后神就把他们建这个巴别塔，里面下了一个咒语，就是彼此的语言不沟通。好，所以这里出现的时候也是有这个概念。我觉得这里出现的时候，除了这解释没有更好的，我觉得你说它是要再崩坏、再重新建立呢？我觉得这个讯号没有那么强，它确实是有一点点是要再重新建立或是什么关系。可是我觉得你们都还没有崩坏过，因为我觉得你们的连接并还没有，我觉得你们还没有一个很准确的交换过啦。你以为的你们已经有沟通或什么的，我觉得都还没有到很好的心灵上有戚焉的感觉，都没有还没有到戚焉的感觉。这个距离感真的很重哦。扎实感还是属于初期哈，这个土能量都还在一个很初期，都没有感觉到后面的。来，我再帮你看，来帮你翻3张哈，抓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点可以翻出来。我一直觉得很吵，果然吵到这样子。你们如果你要跟他关系要再更紧密，你要更多的单独只约他出来，然后不要混在其他人里面。选到2号牌的朋友，我觉得选到2号牌的朋友暗恋来看2号的人，暗恋一个人的成分有点太高了因为他这个为什么说暗恋的成分有点太高了？我觉得你
一直躲在其他人背后去偷偷看着他。这个讯号在选择2号牌的里面也有，而这个讯号还蛮强的。这个距离很像是你保持出来的，你做出来的。而且它有另外一个能量，也不一定是暗恋，它也有一个很像是说你们有关系了，有比较好的关系也认识，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你想见他，或者你想看到他，可是你却躲在朋友的后面，跟朋友一起出去才能够再看到他。他对你有一些在意，可是放得很淡啊。就你出现了就出现了，大家一起玩也 OK， 然后他也没有特别想要再迈出一个新的一步去跟你比较好。我觉得这不是因为他不想，而是这个关系上不知道要从哪里着手下去往前更好。因为见了8、9出来的时候，你就无法逃避9号也在9号宝剑也在里面串了。因为它是一个历程在往下走的只是比例上能量上的大小。然后教宗牌在这里的时候，教宗牌这边带太多人了，太多其他因素了我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再来看教宗牌在这出现的时候，它其实有一个智慧因为他教宗牌他是也可以，他这个领袖人物他用宗教的方式，各种比较智慧、比较慈爱的部分去带领其他人，所以他中间有一个智慧的暗示、智慧的建议。他这边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你要破这个局你要扩到这个局面或什么的时候，你需要，我相信你没有这个智慧啦不然不会出现教宗牌。如果你有这个智慧，这个情况不会这样子。也不是说你没有智慧，而是你没有这个智慧，你没有破这个的智慧，所以你身边应该有人可以给你蛮好的建议因为教宗牌在整个牌面的最中间出来的，他会给你一个蛮好的建议然后必须说牌翻出来的时候，在什么位置翻出来的时候，他有说不是随机的，他在死神牌下面翻出教宗牌，就是在告诉你说。我们刚不是说死神牌这边出来的时候，它是有一个你们两个虽然在不同世界，可是你们最后还会翻到一个新的篇章嘛？你们会再走入一个下的新时间，可是新的阶段新的世界就是你们的新的世界会有这可能有，但是时间或距离都还很长因为刚前面解释过，连命运之轮什么都在很远，整个时间或什么都还蛮远的。但是在后来呢，交通牌在这边翻出来的时候，就要告诉你说，解方，因为前面都没有翻到任何解方，我就会讲，唯一的解方很有可能解方就是你需要有一个人，有人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言看看这关系有什么好突破的或是这个人，他会创造一个机会让你们两个有独自见面的机会，或是你们两个有机会变得比较接近会有。一个比较有智慧的人会帮上这个忙，或是你可以找找看，你觉得谁比较有智慧，可以问问他是有这个解方出现了，你可以思考一下不然其他的牌我这边看起来都被封住了就算你们两个的关系已经被冰冻住了，现在只能这样子，要等春天来了融化了，然后目前关系只能这样，也可以等因为它还是有我刚刚已经说了，命运之轮跟金币2，它还在。然后节制牌这里嘛，它宇宙还在整理，你可以等，它还在整理到一个比较好的时候，我们两个自然而然的会变比较好。但你想要自我突破，你想要更多的迈进，你想要把时间往前推移，你就看看那个智慧的人有在了我相信你自己个人的智慧也能够解决，但是时间没那么快你要突然有一个灵光一现的智慧的话，目前你需要的那一根智慧，那一条智慧，你身上不会自己跑出来。我都在外力出现了，因为这两张牌打在这里我觉得你听不清楚，你自己去整理你脑子里的声音或什么，你整理不出来，需要别人好，我再帮你看一下，我再帮你翻一下他那边刚刚有什么讯号？连贯的讯号，我要看的是他。反正就他想看一下他，然后你要怎么？我来直接帮你翻翻看他所谓的智慧的啦，就是说你要找到一些智慧的方面之外，塔罗会不会有什么智慧我可以帮你看到的有什么谏言或什么的？
这个智慧的我来帮你看看有没有哦。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啦。但是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别的东西哦，难以预期。再一张哦。我在这里再补一张。好，首先呢，还需要时间，然后，只能说这两张牌出在这里的时候，你必须要接受的是时间还没到，你们两个要更亲近、更什么的时间还没到，但是有在那个路上走哈。因为真相的正义牌跟隐士牌，发掘内心价值、内心真正的道理东西，这三张牌出现的时候，就是代表说这个时间呢、还在走啦，跟前面的一样，那时间还在走，还在花时间去找，还在找的路上哈。所以你真的不用急，他还在找的路上。节奏是蛮慢的，因为它中间它的运行方式是用土能量来走的话，我觉得节奏蛮慢的，而且因为它没有火能量，没有一个明确的火的推动力在这里啊。当然还是有一些啦，但那个就不提了。我觉得它不是主要，它都是在一些旁边映射出来的一些能量，我觉得那个不足够推动整个发展的速度。但是它确实是在往你们的两个人关系的一个新的境界在往前走，但那速度真的不快，速度真的不快，速度真的不快。你慢慢的，但是在路上了啦，而且我是直接说，你们两个新的关系的那一个契机的门还没有打开。通常这个排出来的时候会打开，我就会觉得我会有一个直觉，就是打开了，已经在路上了。可是这个门，今天出来的时候，我只能说有个门它还没打开，你们后面的关系是什么样，都还在被藏在后面都被藏在这个门后面因为有这个牌出来了，它这个墙出来了，就觉得还没有打开然后整个土壤或各方面都还没有发芽也就是像刚前面讲的关系事实是被冰冻住的。我再讲一次，它被冰冻住不是永恒的冰冻，它比较像是说你要在等春天来融雪那个雪要融掉，冰要融掉，还在等那个融化的时间点。如果你看画牌的时候，你这关系现在是这样子，你再有耐心等一下是在那个路上走，但是整个宇宙各方面能量还在整理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但你还是可以期待一下了然后本来想说帮你翻一下有没有什么智慧的建议可以让你推进一下的话，反而没有，反而只是告诉你真相整个趋势的真相就是这样，没有特别的建言能够帮助你什么看看你身边有没有更有智慧的人能够在比牌面上更有智慧，比我更有智慧。我没有看到这些我只能看到趋势，我没有看到更好的建言，反而真正给你的建言是有点耐心该是你的后面会给你好。这就是选到2号牌的朋友希望你不要气馁你再等等看目前我能看到的就是这些咯，希望有能够帮到你，能够让你的想法或一些心理的一些阻碍能够打开一些结能开阔一点，就这样咯如果喜欢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谢谢你来听，祝福你。然后接下来是选到3号牌的朋友今天的题目是你在他心里的位置你在他心里的位置是什么样子？你们的心里的距离有多远？新的方向是什么？我来帮你探索一下好，先来看一下，我先来翻我慢慢翻，慢慢讲
今天很怪今天3张牌都有一个遥远的距离的感觉基本上，直接说啦，我觉得你在他就是说你对他的感觉各方面，在他心里没有种下很深的印象还很深的。而且还有一件事情，就直接看他现在有在专注在别的人身上，他现在情感面各方面专注在别的人身上，而且是才刚开始啦。我只能说他有在他的情感面有放在别人身上，所以他现在很难感受到你这边然后你这边的能量，我觉得情感流露的东西不明显，比较多的只是一些想要靠近他的一些方法跟手段，或是一些技巧，只是想靠近他，但是他没有感受到你的喜欢了，没有感受到太多，因为水能量没有出来。那我再帮你翻8了，你很靠近他了我觉得我觉得他这里，等一下，我觉得我要再看一个东西。怎么都这么顺？我只能说，他不是不喜欢你，或是不接受你的喜欢，而是他没有感觉到。主要是因为他现在的注意力不在你这里，我只能说他不在你这里，他的注意力都在别人身上。但是我必须说，他的注意力在别人身上不一定是恋爱的感觉，因为这边有混合了，他不一定是恋爱的感觉，他有很多的感情注意力在朋友或家人身上。他现在，我觉得他是因为他是一个喜欢照顾别人的人他有点喜欢照顾觉得重要的人，所以他情感面或什么的这一个能量，他给予了别人，目前是给予别人。然后是什么情况的家人或朋友或是谁我觉得爱情的能量没有那么重，也有可能，但我觉得不是我现在看到的。所以你的部分，我觉得你可以再多做一点事情，但是因为他这边这2张牌出来了，他就是在告诉你说你做的不够啦。我就直接讲，你做的不够啦，想太多了。你做的不够，你的时间点到了牌面在告诉你说，其实牌面有一点叫你再多做一点，再多做一点，再多一点，他会感觉到。现在他感觉不到，他感觉太少，他没感觉到，这边都没有那些你可以再多做一点，他会感觉到。但是我必须提醒，我这边没有看到他有足够的空间来接住你的喜欢或什么。我觉得他现在没有这个，就是说有些人会说我现在真的没有想要谈恋爱，大概就是这一句话。他为什么不想谈恋爱？不是因为他不喜欢你，其实真的有很多说他情感面他已经给予很多人很多了但是我必须说，这其中还是有一个契机点。通常给予别人情感面很多的东西，表示他内在的情感面是缺乏的，所以他需要什么？他需要安慰，他需要支持，他还需要依靠。很多时候是这样，但是也因为这样子的人给予别人很多，所以他不会接受。为什么？因为他会逞强，他会觉得我能够给予别人，帮助别人，我为什么还要去依赖别人或什么？那就变成是喜欢他的人要给予他安慰、给予他支持的人，要有非常高的智慧跟智能、智商。因为你的切入点要很对，要能够打动他的心，所以你会比较辛苦一点。但是我必须说，他心里确实是有缺这一块，他心里缺这一块。你看这一张牌，我说为什么他没有注意到？因为他把注意力都注意在这里。你看他背对着你嘛，可是他之前这些杯子，他必须还是要放一些给别人给予的情感，可是都空了，他也没有看到他。所以你就是一个过来要把这个杯子注入一些情感给他，他才会回头，才会回来看到这杯子里面有一些他需要的情感。逻辑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里权杖8都出来了，它是一个势在必行，你一定要做，它会达到的一个能量在这里。然后他又给你愚人牌，然后说你要往前。愚人牌的特别就是你就是要你下一步来了，你要往下走了。你现在只缺的就是勇气，没有别的话要说了，没有理由了。你要往下走，你缺的就是勇气。虽然这2个催促你，这个是一个急速的，现在就要做的一个2张牌在推动你去给予他更多。他现在心里缺少的，所以你可能要辛苦一点，比较敏感一点，去探查一下他心里到底缺了什么，他为别人做了什么。
我觉得更多你要在内心在打动他的是，你要给他一个支持，你要有一些认可，而且你要体会他内在的缺陷。这难哦，因为我必须再重讲一次，对于那一种很爱乐于帮助别人，很爱帮助别人、给予别人的时候，他们通常都不会接受别人的帮助，因为他会有一个盲区。他觉得我有能力给别人，为什么我还需要别人帮忙？可其实他心里很多很空虚的地方，你要花很多时间去探索、去打动他，去找到那个角落。好，这就是你要辛苦的地方。所以这也难怪，我刚说你想太多的部分，其实他可能有一些我的误解，他可能不是说你想太多，而是说你要重新思考，你要切入在这份关系，切入在他的生活，切入他的思维里，你要重新思考那是什么。宝剑一在这里，因为我刚刚还没翻出其他牌，它先出来的话，那可能现在我要重新解释它，就是你要重新思考，什么是你应该切入在他心里的那些东西。来，再帮你翻一下他的部分。有啦，你跟他好啦，你多做一些啦，会有希望了。只是我觉得会蛮累的啦，哈，必须说，刚刚我前面已经提到会蛮累的，因为它有一个内在的，你要花蛮多时间才能够知道他内在情感面需要什么了，他才能够把你放在重要的位置。他现在对你可比较有一种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也没有感觉，有可能是因为他的注意力在别人身上。可是当你多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必须说，第一你不要被自己击倒，因为确实要找到打动他、靠近他不容易。找到他心里需要的东西不容易，他有一种故作坚强的概念在里面。但是因为星星牌出来了，我看到这份关系的一个希望被点燃了。翻完星星牌之后，权杖二就出来了。他权杖二是告诉你说，你仔细再找一下，你仔细再看一下，它就在不远的地方，你会看到，你会知道我刚刚讲的东西。你再仔细找一下，你再看一下，再接近它，再去理解它，再去挖掘它，认真的体会它。提升一下自己的感知力、共感能力，你能够理解他这样子帮助别人，他内在的空虚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么多的在注意力在别人身上给予？所以他自己他反动，他在补足自己内在什么？你再努力一下，你会看到。可是权杖十告诉你，你会非常累，你会非常累，你小心会被自己击倒哦。这边有在告诉你说，你要好好的领导自己，你要好好的使用这火能。因为我跟你说为什么说你很容易被自己击倒？因为皇帝牌在这边，它代表是火能量，可是火是需要燃煤的，它烧很快，它烧起来很快，很快也会没有，所以你会在这边会感觉到一些会觉得很劳累，因为你要一直持续让自己有一个热情，有一个探索力，有一个探知力，有一个驱动能去了解它，所以它已经预知你会感觉到非常累，所以我刚刚是不是在这里就已经告诉说你觉得非常累，然后你可能会被自己击倒，然后这里就出来了嘛。如果你身边有牡羊座的朋友，你看看他们是不是？这特别讲一下，他是什么都很快，动作很快，什么都很快，可是他们很快就累了，他们很快那个能量很快就用完了，可是他很快又会有能量，又会有，他就是一波一波一波的他大概是这样子能量，做事情很有效率，很有效率，但不一定有效果。我比如说效率跟效果是不一样，很有效率，很快，什么都跟这个能量都很符合。可是，一波一波都没有达成的时候会累，然后到时候会放弃、会离开会埋怨、会什么的。所以我才说，你要提醒你，如果你对他各种探索、探究他内在的东西，你要花一点时间，花一点心力。这边我必须说，这里都没有你的水能量，所以你的辛苦在于你的探索跟你的感知、情感面的理解他的，没有水能量的支持，都是火能量，都是一股脑的一个冲动，一股脑的冲劲，一个冲刺感。所以你要更着重于你内心的那一个敏感去思考，你要感受，比如说这一个项目、这一个题目，你要花很多的感觉去共感。你可以去练习，我教你怎么练习共感。你先去街上，站在某个路口或什么，你闭上眼睛，看看你能听到多少声音。好，你就认真听就好了。好，这不会马上成功。你用这个方式，随时在街上或是在咖啡厅、在卖场什么，
你能够闭上眼睛听个30秒，认真听你听到什么的声音，听到什么声音，30秒、1分钟，认真听。好，你多做这个练习，你会听到更多什么？第一，你会听到声音的层次、声音的类别；第二，你会听到人讲话的音频、人讲话的质感有所不同。慢慢的，你会听到什么？你会听到每一个人的情绪。在进阶，你会听到什么？你会从情绪里面感受到每一个人的故事。好，这样子的一个共感练习，你以后出去，你的那个感受就很多了。然后你再回来应用到它，你下次再遇到它这个，你会很容易就连接到它内在那个情绪、眼神、肢体语言、声音表达，好，各种你会感觉到更多，你会更敏感。但是这有个缺点哦，当你这共感变强了，也更敏感了之后，但是这个感受它就是无差别的，你以后会变得更敏感，感受会变更多。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多做这个练习。但是它并不是完全都是一个有收获的哦。像我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共感，所以我可以感受到非常多的东西，但是我也必须要练习去把不好的感受也一起整理起来。好，但是在这个你今天这个题目上来说，你练习完了，或是你提出这个共感，你可以感受它很多，喜怒哀乐你会感觉到更多。那接下来的题目是什么？你要怎么去处理？你要怎么去帮他整理？你要怎么去？你整理完之后去面对他？好，你要怎么把这个水补满、填满？找到这水里面放的是什么？都是变成你要亲近他、接近他的一些功课哦。不过还不错啦，这里这2张牌出现的时候，表示这个方向是对的，你可以去做的。好，来，也许他就是他也是你这一方面的贵人呐、这是你一个提升共感最很好的一个契机啊。哦，那。我翻这张牌是因为我心里想的是说，如果你这么努力做的时候的结果方向对吗？会得到什么？你会得到珍惜，你会得到对了，你会得到提升啊，你会进阶，你会得到提升啊，你的这怎么讲完了？你的内在分析能力、你的感受能力哈，你各方面的思考角度都会增加哈，然后。你体察人心哦，我觉得你还会变得更正面，你反而在各方面能量会，他这边有一个讯号哈，你这方面更提升的时候，你除了会变得跟他比较亲近，各方面，你还能够领导他，你还能够不知道，我觉得你在这方面提升之后，你的能量会超越他。这边还有一个讯号说，你甚至不需要他了耶。有这么一个潜在讯号告诉我，你甚至有点不太需要它了，你甚至也会觉得这方面不太重要了，所以看你了哈，这确实是一个你内在各方面敏感跟共感提升的好机会，因为它是一个出门，所以它在各方面是你的贵人。他除了你有可能觉得你不需要他，也有可能是你反而才是最后能帮他的人哈。他这里有一个帮的感觉是说，他内在有个缺陷，需要有人发掘。好像你有能力发现到，好像是你现在整个局势有点转过来，因为翻过来整个概念换，然后局势有点转过来，它这边的能量是变弱了。帮你看到它这边更多的能量哈，因为你的能量已经分析够多了，然后它这里的能量我们还没有突破哈，我来看一下它这里。翻翻他的啦。他没有他外在看起来那么稳重哦。如果你很了解他的话，他没有他外在看起来那么稳重，因为他的能量太混乱了，没有你那么一致性。然后他确实内在有很需要被帮忙的，他太逞强了，然后他一直在让自己一个人在奋斗，他有点拒绝别人的帮忙，他
首先他真的太逞强了，然后他觉得他一个人可以做到非常多的事情，而且他有一点小小的英雄主义啦，他有小小英雄主义，而且他有一点任何别人需要帮忙的事情，他都会主动出击，所以也就是说，别人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他不会拒绝，所以他其实自己是蛮累的，他其实已经很累了。他非常累了，他其实内在心里非常累，可他太逞强了哈，而且他也热衷于去帮助别人或干嘛，因为他有很多帮助别人的成功的案例，应该是说他自己内在觉得帮助别人或是把注目在别人身上，而不在自己身上是一种很快乐的事情，他可能内在实践自己内在成就，可是他实在太累了，这边实在太累了。我必须告诉你说，一个契机点是你要突破这里以后，你可能要先发觉到他心灵上是非常累的，他需要休息。不过更难的是，他其实有点听不太进去，他听不到。第三张牌的时候，题目有点偏了他在你心目中，你在他心里可能就是普通朋友这方面他没有感觉他真的焦点都放到。不过他也确实有一个蛮刚愎自用的缺点啦如果你真的喜欢他，想要突破你跟他的关系的话，你真的需要找到他的那一个柔软的那一个点。但是目前看起来外在各方面很难发觉，他藏得很深，他也不想被，其实他不想被人家发现他柔软的、脆弱的那一点了。尝试看约出去喝酒，看看有没有变得比较软弱，然后这是物理的方法。目前能点到的就这样。他有一道比较强的墙蛮难突破的。反正我必须提醒他，外在的那些东西也是他，但是他里面藏了更多的烦恼跟什么，他也不会跟别人讲，他也很少跟别人讲，几乎没有跟别人讲。所以你要突破他内在那个点的时候，内在软弱点的时候，通常可能不是聊天或是谈话，可能是用一种行动上的支持他会感受到你给他的鼓励跟支持很多。他心里那个比较软的那一面就会出来，但他不一定会跟你讲，但他会给你有一种，你会感觉到他开始突然重视你的存在了，这是他的表达方式。我必须说，他可能不会讲出来，你要花比较多时间才能够到真正的内心的对谈了。我觉得现在用一种行动上的支持他，让他知道你很关心他、念支他，就已经是一个很足够的、很大的进步了很大的迈出一步了。先试看看这样子。这个人你要在他心里建立到很重要的位置，我觉得不容易，因为他的焦点都放在别人，他比较想要建立自己成为别人比较重要的人或是依靠的人，所以他心里的重要的位置比较像是他把你放在他心里是他想要保护的人，而不是情感面、爱情面那种保护。他心里的重要，他放的人都是那种他想要保护的人，他想要对。但是你现在还没有进入到那个位置，因為你可能看起来不像是需要被他保护什么，他觉得你自己也可以自立自强或各方面。好，你要在这突破，你可以试看前面的各种方式。好，就这样。这个选择3号的朋友，希望对你有帮助了哈。如果帮助你喜欢的，记得按赞对影片很重要祝福你，谢谢你来听。